欢迎收看《南漂夫妻》，我是 Jeremy。我是 Jenny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来随堂考，就是要来考新科啦。我负责当考生，完全烤熟之后交给你吃。好，那我今天呢也要来挑战，我可以最多极限吃几颗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 Let's go。我们来吃这间随堂烤了。对，哦，对对对。为什么又来考科？因为上次我根本没吃到多少啊，这次呢要来冰冰凉凉一下，要让这个科啊，考科啊，让它冰冰凉凉。让它变一下。对，让它凉一下。我觉得它的壳比较干净，而且也没那么爆。我没有带锅盔啦，因为我们很临时的。你原本是想要市场吃完就直接离开了，就想就在东石旁边。对啊，北港下来回台南就东石了。有一些已经开的部分呢，我就先把它打开。它还是会爆炸，还是会爆炸。我在想它会爆炸，是不是因为它打开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压力。我觉得现在天气真的蛮刚好的。对啊。这一颗好像还没好。哦，这个刚好开了。我觉得整体来上就是它感觉比较好打开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灰。要来了吗？哦，有一个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习惯是喜欢就是打开之后再烤一下，因为太深我不敢吃。它是真的很好开耶，就它基本上不用什么力气就可以打开了。对啊，而且都蛮干净的。换我要来挑战了。对。我应该可以吃，今天我应该可以吃个50颗。然后我觉得它一开始的那个好像没有到那么变，就没有到另外一间我们上次拍的那么的容易爆炸。哦。2颗，我觉得味道都蛮鲜美的，味道的部分都蛮鲜美的。3颗，只是不知道是季节关系，我觉得没有到上一间那么大颗。目前烤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很大颗的，但是它味道真的都是很干净的味道。应该已经5颗了吧？5颗。8颗。还很烫。对。那我不小心拿到那个太烫的。烫的我会先放啊。你先放那。放这里中继站一下。对，中继站一下。11颗。非常简单啊。11颗哎。这2个烫头。还有这个。截胡了1颗大颗的来了。对啊。这颗烤的比较好，这颗已经有那个焗烤的味道。焗烤味，甜甜的。我们刚才已经烤好第2盘喽。第2盘这一盘吃完，应该是我算一下这盘有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颗。所以我吃完这一盘的话，我就已经吃了16加11的话是27颗，对不对？16，对，其实蛮快的。现在就已经是我上次的1/4斤。对。的确是有，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凉再吃啦，所以就是。谢谢。特别大。这颗很重。感受一下。它整体来讲不会很咸。它用什么处理的？处理到不知道，比较沉静一点。难道它有品种之分？哦，
刚刚一个爆汁哎，这颗感觉没有那么熟，但我们来吃看看会不会有腥味。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刚好。刚刚的熟肉是里面都还嫩嫩的，但是完全没有那种腥味，没有那么的沙，也不对。我这盘吃完就是26颗嘛，对。对。真的是吃的也太爽了吧！但我觉得它没有，它有大有好像不应该穿白色衣服来。我现在已经吃了26颗，我觉得目前来讲我都不太需要配酱，让我觉得它的那个颗的那个海水味没有到那么重。整体来说不会太咸。刚刚呢，我们有在老板有在给我们比较大一点的颗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那个大颗烤起来的感觉。哦，这颗也太大了吧！你要吃吗？要不要换你吃？我想要你要挑战啊。好，要不然50颗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吃。这就有赢那个。对，这就有赢了。水分有的话，要先再烤一下。哦，烤它的时候不要靠着这个，就是你已经打开的部分的话哦，不要靠着还没打开的，因为它有可能会变。这个都一样，真的。每一个都可能会变，它只是说那个鹅啊可能会掉下来这样。哇，这个比较大颗。刚刚是11加16，27颗，快要成功嘞，好像也没有很难。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没有到那么可怕，牛感比较变，那就是它的碳啊，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多，就是没有到火没有到那么猛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可以开了，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变的几率比较少啦，没有像火比较没那么大，火没到那么大，烫到，讲完就烫到了，还是很热了，但是还是很热，火没有到那么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烤的感受，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啊。我觉得烤起来的感觉比较好的。对，有那个感觉。我觉得我今天根本的 easy 啊，50颗是非常 easy 的。对，好的我自己夹上来，你只要负责还没有好的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在分工了。还是你自己挑一颗？对啊。这一颗比较大的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很香哎，这颗。这间我觉得它的烤的好像再更甜美一点呢，而且几乎都冲洗得很干净，连一点青苔都没有。在这个干净度上面的话是更加分的。不过可能是因为铁皮屋的关系，所以它的那个有3个面是铁皮屋包围的，所以它的风可能比较没那么透气这样。但是不过还好，今天刚好是平日，人比较少，那坐在比较出口处，然后又有电风扇的情况下都还不错哦。今天的主轴挑战呢，就看 Jenny 能不能完成，至少50颗，目标100颗。那我刚刚已经吃了27颗嘛，我这个盘子里面有2、4、6、8、9，27颗再加9颗是多少？这一盘吃完我就36颗喽。哇，我很喜欢烤得很焦的那个，它光是它的外面那个壳啊，你烤得越焦，它会有一个炭烤味。它那个对焦 OK 吗？对焦没有，它这没自动，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角度。哇，这一口真的是，这一口非常的晶莹剔透啊！好满。这颗特别大颗哎，你要不要吃？我这盘吃完是35颗。可以啊，36了，最后再加一个。哦，好，那没有到那么熟，请帮我再加热一下。交给师傅。这颗也很大哎，这颗也蛮大的。来了。对。我觉得刚烤出来才最好吃。真的。你有点冷掉的时候吃会有点。就开始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那个。那个颗味那种鲜味就比较少。哦。
就是我的37颗，另外装了吗？还是它本来的壳？这是它本来的家，它本来的家哦。家是长在上面，这太可爱了。是长在地板，还是长在屋顶？37颗。哦。38颗。现在进度有点停摆哦。39颗。途中老板招待了一盘鲜科，这个是蛤蜊啦。老板招文蛤是不是？招回来一个蛤蜊。那等一下我们这个给 Jenny 们吃 ，Jenny 吃。完了，我37颗就已经其实有一点快阵亡了。真的？你的极限了吗？有一点点，所以今天应该是50颗差不多。真的？今天要回本的话，可能要靠你。真的？你也要50颗，算了。它好像有点蠢蠢欲动，冒烟了。冒烟，有没有看到它有点嘴巴打开，然后现在正在吐烟。本日最大，看一下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么大的。我有点想中场休息。是假的？还是我先帮你烤文蛤，然后换你来吃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先来烤这个刚刚老板招待的这个文蛤蛤蜊，蛤蜊应该比较不会瘪吧？开了一个这么大颗的，手机的一半的大小。手机的一半大小。这颗有大到。我38颗之后，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阵亡了，所以这边的部分我请 Jeremy 来帮忙，然后我先在旁边休息一下，等再继续。我就来吃看这个文蛤的。你也要吃吃看那文蛤那一边是我的哦，文蛤有甜为什么文蛤的壳都会特别干净？驾轻就熟。哇，应该是真的是有泡过盐了，涂过沙，所以比较咸一点。该吃了。不是很饱吗？原本我是觉得早上吃那么多，应该是已经很饱了。他妈胃口又来了。真的会上瘾。这个当下午茶都还蛮实在的。200块啊，来3个下午。哇，这个大小，这刚好是本日最大颗的部分被我吃到啦。被我吃到今天的最大，被我吃到今天的最大颗了。给你吃啊，你才能。还冰冰。对。男生好像才有叫冰冰。那不好意思啊，这是男生的专利啊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大颗的交给我来。哦，非常鲜的。真的，你只要来过一次，接下来就是无数次，真的不会少。如果你把它烤到很熟的时候，它有个焗烤香味。那如果你没有把它，你只是烤到出水的部分还没锁紧的情况下，又有另外一种那种生蚝的感觉，稳扎稳打的话，我都吃焗烤型的。我第2天就不用再见到它。不行，我等胃口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。那你俩一直接着吃那你就吃啊。那你先休息。我休息一下。好，那就中场哦，不能烫到。这个有前车之鉴，这个刚起锅的。各位兄弟啊，只要吃过一次，真的是欲罢不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兄弟会欲罢不能？对，因为我这段话呢，就是专门给兄弟让他知道的。对，姐妹们呢，就是晚上也是有受益啊，晚上也是有帮忙到啦。没有啦，好像是这个好像是饱含锌的话也是养颜美。啊，养颜美容。这好像是会比较有体力。也有帮助就对了啦。OK。变漂亮。中秋节烤肉的时候，可以围一圈，这样一起烤，哇，那也是一种。就是大家在烤的过程中来闲话家常一下，对，也是可以聊开来的。比较没那么变，这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像我可以赶那么近哎，刚刚如果是上次那一间，我应该
现在已经是跟他送医了。对，我那时候盘子大部分时间都是挡在前面的。旁边的这个朝天宫啊，拜完之后，一想到说，都经过了这个东石，不吃个这个鲜科怎么受得了？对，直接鲜科给它吃起来。在录。啊，这突然一个飞起来，看到？刚好哎。还好，翻了个跟斗啊，哇！不过还好，它没有朝地面，我直接还是可以把它克掉。哇，这也是非常的好吃哎！我可以感受到它刚刚在空中飞翔了大概两秒钟，味道更出众了。够鲜甜的呢，真的就是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吃，我就觉得那个好吃度。它没有那么咸。没有那么咸，我觉得相对没有那么咸。目前暂时还没超过我们之前的记录。对。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不是空腹来的，我们今天是吃到了。但我觉得它好吃度就真的是，其实它没有，它应该说它没有那么占位。对。所以它其实可以一次还可以吃很多，对。刚好一个，怎么了啦？又给我沾沙了。你看得出来你想要交棒喽，感觉用起来是带有一点点怨恨的呢。没有啦，换你，感觉。因为我刚好在处理那个空包，就是空包蛋的部分。打不开的部分。所以你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已经再不吃它，今天又要亏本了。为什么又说有呢？上次已经有一个经验了，我都会拿叉子把它刮起来。如果用嘴巴去吃的时候，有时候凉的 OK， 但是热的，我上次嘴唇就肿了2天。而且有没有感觉真的完全都没有变？对啊，几乎没有哎。考科也有风水，风水好的它怎么样都不变。当然，考科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回到家能不能全身而退，也是一个重要指标。我们上次那件是有过关咯，这间看有没有。第一栏的部分呢，就已经全部考完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刚刚的战绩是38颗嘛，啊，现在我还有12颗，12颗，我今天就挑战成功。38颗我是完全没有沾酱的，但我觉得最后10颗可能要沾个酱，我会想要变化一下。这一颗刚好是比较，真的很甜呢，因为我觉得烤月椒是它我感觉越甜呢。壳的部分会有一个烤味吗？应该41颗了。怎么会有那种汽机具在工厂的声音？哦，这2个烤熟，我这边吃完就成功了，顶多再加码这个蛤蜊吧。好，现在这个我把它吃完，就挑战50颗就成功了。50颗。耶！我感觉你很有余韵哎。我觉得胃还有余韵，可是胃口可能就是想要吃一点别的东西了。因为我想要喝碳酸饮料。好，为了不要亏本，我继续挑战。我觉得胃口还可以。这个大小是放水大小。60颗。60颗。哦，很想喝个饮料哎。就是它的饮料的部分呢是比较贵一点，然后水好像没有卖水吧，我刚刚没有看到。有价车，而且开的都还开率还算高啊。
刚刚烤了1、2篮，我们现在烤到第2篮啦，好像只有4颗没有开而已。对，因为其实那个几率还蛮小的，而且就是我真的觉得很干净，因为我们之前那一间它会有那个很多海藻还是什么会卡在上面，还是珊瑚什么会卡在上面。哇，今仔日真正是冻袂掉啊！冻袂掉啊！谁冻袂掉？蛤蜊啦，蛤蜊冻袂掉，冰冰冰冰，墙壁冻袂掉。我发现你蛮爱吃生科的，我们蛮喜欢的，真的。那个生科的味道，会想念。就是你虽然会吃到，就是真的会吃到有点腻，可是那个它嘴巴会一直残留一个鲜味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会一直让你回到家，那你只要想到的时候，就会馋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嘴巴会馋那个味道。我说实在的，我比较喜欢吃小颗的，小颗比较有趣，就是它的那个风味比较，就是大颗有时候它那个水分比较高。应该说我们喜欢吃烤到很干的。大颗容易中间烤不到。对，大颗容易中间烤不熟，然后外面又烤太熟。再一颗我就又1轮了，我有强迫症，这一盘吃完我就几颗，你就一颗一颗数也忘记。但是你前面几颗就冷掉了。没关系啊，10颗再出发。我是70颗啦，对。接下来呢，吃完了这一盘呢，我就迈向第70颗啦。感觉破100应该是蛮简单的。我觉得我70颗都不行了。真的假的？你的极限吗？有极限。这个是宝道的部分，还是那个口味上就是会重复性太高的？我差不多，我那个时候70、80颗的时候是一个瓶颈。70颗的时候是一个瓶颈。真的吗？是啊，这个瓶颈就是后面这个要有一点点，要有一个支撑力、意志力。我好像这是第80颗的时候喝水。是哦。不是第70颗的时候已经有一点临界值了。就算配了水之后也没办法。可能要配可乐吧。我们眼眶泛红，吃到眼眶泛红是首位第一个吃到泛红。我觉得大胃王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值得尊敬，值得尊敬。前辈那个好芊，但就是有在另外练锻炼是不是？坐外面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有点不行。跟你讲，已经也还有2颗哎。没有啦，剩1颗了。刚好70，极限的，不然停在69比较尴尬。好了，最后1颗了，我的极限70颗。你那时候也是蛮厉害的。是啊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后半段就觉得说要试，就是一个一个来。其实结束，直接宣告停留在70的记录之后，对，有待下次。对，下次再来挑战别的记录。而且这次是因为早上有吃过东西，对，所以也是有影响到 tempo， 影响到实力。交棒。你还可以啊，真的，我胃口怎么起来了？夸张哎你！来了，
错过要再等1年了哎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要再吃季节就不对喽。实际上是有 wasabi 的这样。我要再另外一只。哦。你看重量不够啊！我那天吃完的确会有点怕，不过现在想想还是很美味。哦，这个停留在极限哎，先不要动桌子哦。Perfect。发现用这个叉子这样戳上来是有点难度的。就它烤到某一个特定的熟度会直接起来。哦，对。它如果过熟或过不熟的，它就会叼住。对。反而这个如果用叉子吃的话，它是能要求那个熟度。可以吗？我感觉你现在相当的偏向比较厌世哦。所以我们征服了2大栏，跟上次其实是一样的进步啊。我们上次也二话不说2栏开始，这次2栏其实真的是极限了。因为再来的话，一定也想要换口味，所以他们也是有热炒，然后有一些也比较不一样。然后有别于另外一间，这件是没办法选择。我觉得它干净度是一丝各有千秋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假设哪一间太排队，你只是选另外一间就对了。它刚好也都在附近，推荐给大家，这些都不错。没有，就是按到会有一个筋，会有一个麻麻的感觉。我觉得它够干净，所以它掉到盘子上，我都觉得还可以吃。可是另外一间的话，因为它灰太多，所以我会变成是掉了都有点胆怯。上一集 Jenny 帮我夹，这一集还是 Jenny 又帮我夹，真是真的。但我没办法挑战那种。但他可以挑战夹200颗，烤200颗。请问一下谁不行？你给一点时间就可以。好像也是哦。虽然说它比较不会飙到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虽然说它比较不会飙到，但是我刚刚眼睛的地方就是直接被烫到，所以现在有点痛。就这个地方。感觉好像有点肿起来了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。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呢，就是吃1整碗的鲜科，直接把鲜科当饭吃。哇，这种享受真的只有在鲜科吃到饱才做得到。你在外面点一片蚵仔煎，可能就7颗就要60块了，这边200块内，平均1颗大概2块钱。哇，真的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了，这种享受。哦。哦，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，各位啊，1秒钟吃4颗哎，哦。口腔全部塞满了鲜科那种爽度，哦，看得出来后面整个就是刚刚吃完的鲜科啊。对啊，而且但是我还是觉得奉劝大家还是要小心，就它没有像牛港鱼翅这么亮，但是它偶尔还是会有了。200元是有它划算之处，但是也会有它的风险要评估。如果跟上一间比的话，就是它的烤壳没有那么亮，然后跟它的壳的外壳比较干净。所以说那个桌面上啊，它那个灰几乎都没有灰烬。对，但是缺点的话就是说它饮料的部分比较贵，然后它好像也没有水吧。我记得牛港的水是10块钱，然后这边好像没有，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参考，就是真的是奉劝大家小心。我现在眼睛有点痛。这边的，戴个眼镜，戴个护目镜，其实也是我们上一集的结论。哎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连锅盔都没带？因为就是那个锅盖没带到啊。我们很临时。真的是很临时，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早上才拍那个。对，我们其实要拍另外一个主题的影片，只是顺路想说，都经过了，可以不吃。对，不来吃真的是很可惜。结果想不到，我还真的又再吃快100颗嘞。我觉得他今天有到100多颗，应该有100多。你现在的 level 已经被提升到100多颗。因为它这个的话，它烤颗弄得再更干净一点。对，其实到后来我都不会觉得那种腻感是没有的。
所以我觉得他还蛮用心的哦。科的部分，对，就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就还有一个，它的停车位很多。哦，对，它的停车位就直接在它正旁边可以停，而且是围它的店家一圈。其实还蛮东石这个区域都还蛮多间的。好，那我们是下次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口渴程度比较少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对，我那时候结账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没有买饮料。就是你们没有点饭，就是有一种两个太强了，然后都不用配的那种，然后就直接把2大人都吃掉。极限就是等于说2个人400块，真的就是吃饱，真的就是成本价给他吃到饱，真的是等于是吸引到这个来电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让你先吃到饱。想不到竟然遇到了我们这么节俭的两夫妻，我们竟然可以挑战成功，饮料就没有点热潮就算了，连饮料都不点。车程过来其实也是要点费用了。对啊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这里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分享。没默契呢。我要去看眼科，我真的假的？眼睛不舒服。有到睁不开啊？有一点。有离心力啊！晕了！牛港，什么牛？不是牛港，水塘港，2间都不错。最近才刚洗车而已，就被这里停一停就被鸟屎攻击了啦，衰到。这也是一个缺点。好吧，这个可能牛港没有鸟屎。